我选仙骨法。什么？10号选仙骨法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。二长老更是意有所指的说道：“你注定是要修金师法才对啊！”大家都觉得10号是不是想2条路一起走？毕竟仙骨法和金师法完全不一样。10号却很坚定地回应：“没有道理半途而废。我修出了仙气，总要领略山顶的风景才好。”他在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。石洞天融合归一，是个开拓者。二长老惊诧不已，希望他能修金师法。毕竟仙骨法虽然和当世传承有相通之处，但更多是对立的，而且一切都要从头再来。周围的人都被10号的气魄震撼了。明知道路崎岖，充满艰难险阻，他还是要去走一遭。二长老继续提醒：仙骨之法，一切都要从头再来，不像金师法那样早已烙印在骨子里。10号当然知道，但他就是要印证，他有信心，即便从头再来，也能迅速冲起来。他态度明确，意志坚定，就是要先走古法，再悟今朝法，这样才能厚积薄发。其他人呢？一部分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世法，因为长老们描绘的前景很美好。还有很多人纠结不已，心绪难平，毕竟这是影响一生的大事。10号果断迈步走向选择仙骨法的人群，那里大多是生面孔，也有一些认识的人。他一到，很多人都让开一条路，对他敬畏有加。这家伙连王家的人都敢针锋相对，一次杀过3头王，谁不忌惮？尘埃落定，人们长出一口气。选择仙骨法的人虽然不多，但都是高手，比如耀月公主、绿驼，连王熙都来了，还有多位修出2道仙气的强者，都是阴劫中的佼佼者。10号看了看远处，眉头一皱，他看到了石冠王和谪仙，这些修出3道仙气的人也加入了他们这一边。很多人都在偷偷打量10号和王熙，因为他们反目了，引发了很多八卦。接着10号看到青衣走来，也要学仙骨法，他自语道：他真的应该学这种古法，因为青衣身上有青月焰，曾照亮他的元神。他又看到月产、白衣胜雪、风华绝代和青衣一起进入天神书院，如今选择也一样。远处，曹雨生叫道：“别拦着，我也去。”结果被一位身穿金色道袍的老人一脚踹了回去，告诉他别浪费天分，应该学当世超脱法。好了，既然选择已定，学仙骨法的人这边来。一位长老上前，领着10号等人向书院深处走去，剩下的那些人也被带走，踏上另一条路。镜头切换到一片古的断壁残垣，古木扎根废墟中，还有一株又一株荆棘，盛开着鲜艳的花朵，光线昏暗。这是仙骨纪元留下的遗迹。4长老来了，盘坐在一块巨石上，开始讲道。他神色严肃，在虚空中画刻出一个个奇异的符号，这些字犹如金属液体铸成，亮灿灿的，很神秘。很快，众人发现不对劲，4长老已经刻下了上万字，而且他鬓角有汗水淌落，似乎很吃力。有人问长老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多字？”4长老解释说：“我没有修出仙气，刻写这些字不会比你们强多少，但好在我领悟了这些字的含义。”他又补充道：“真正的仙骨字足有100万，浩瀚如星河。”众人惊呼：“什么？这不现实！”4长老说：“仙骨法的各种道术、咒语都需要大道之言描述，所以有各种生僻难以理解的字，他们亲近最本源的道。”众人闻言，心头发颤，同时充满渴望。有人开始磨刻虚空中那些古字，想要参悟，结果发现真的近道，越是凝视越发觉得神秘。10号也倒吸一口冷气，他明悟出了一些，但想记住这些古字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任何一个字都有一种奥义，阐释了一些规则与道理。4长老又说：“如果你们实力足够强大，100万真言、100万规则都可化成数千字，甚至是数百字。”他一抖袍袖，罡风大作，混沌雾霭滔滔，从他的袖子中飞出一座拳头高的白玉小山，只有8丈大，很精致。白玉小山放大，快速增长，投下大片阴影，震得大地隆隆摇动。4长老指着山顶说：“传说山顶被削平前，上面还有108个古字。”有人问：“108个古字能做什么？”4长老说：“108个古字是浓缩的大道真意，据传掌握一个就受用无穷，只是如今都失传了。”众人惊叹不已，掌握一个古字就有惊天动地之力，真是骇人听闻。白玉山前，这山坐落在废墟中，白璧生辉，晶莹灿烂，上面刻着100万古字，就像星辰一样闪耀。10号和其他人都已经登上了山顶，他们对那108个古字特别向往，因为听说这些字拥有鬼神莫测的力量。大家都想得到，可惜山顶少了一截，断面特别平滑，像是被人用绝世利器斩掉的。4长老说：“这是仙骨时期的事，人们根本没办法追溯，只能惋惜不已。”不过4长老也给了大家希望。他说：“9天10地还有一些仙家洞府没开启，等大家足够强大，修出更浓郁的仙道气息，就可以去探险，说不定能找到那终极仙文。”接着4长老提到了圣院和仙院这2个地方，对10号和青衣等人不算陌生，因为当初3大至尊在3000州选人时就提到过。不过后来只提天神书院，不再提另外2院。4长老问大家对2院了解多少，邀月公主说：“2院选拔弟子特别严格，近乎隐
是。四长老点头说，两院历史悠久，一直存在，只是对外界来说很神秘。四长老解释，两院不招收外界弟子，都是9天10地中老怪物的门徒，非常封闭。他还说，仙院最古老。有些老怪物和这一纪元同岁，辈分高的离谱。仙院主修古法，收录了很多上一纪元的法门。圣院稍微晚成立，但非常辉煌，只收绝代人杰，主修金师法。四长老还提到，两院的弟子都是老怪物的关门弟子，个个都是天骄。他暗示，不久后两院可能会和天神书院交流，希望大家到时候不要让人失望。他还说，如果大家足够经验，修古法的可能会被仙院带走，修金师法的可能进入圣院。这番话引发了大家的议论，原来两院这么强势，甚至敢来天神书院选弟子。四长老提到，两院的老怪物都很厉害，甚至有人复活仙古纪元的遗骸，或者把弟子称爆重修，手段非常极端。他还说，元清只是两院被放弃的弟子，但如今已经很强了。10号听到元清的名字，心中愤恨。四长老提醒大家不要小看两院的人，因为他们和老怪物有联系。接下来，四长老让大家从最基本的文字开始悟法，众人开始参悟，却发现这些文字蕴含着大道的碎片，很难理解。有人在参悟时受伤，因为触动了长老留下的精神印记。玉陀悟透数千古字，召唤出10头天龙，虽然陷入危局，但最终成功。王熙也遇到了危机，但凭借3道仙气化解。只见那里出现了古老的宇宙，让四长老怀疑他是某位前辈的徒弟。石冠王手持世界树幼苗，参悟古字的速度很快。青衣的表现最让人惊讶，他头上出现一轮清月，所有古字都向他飞去，他悟出了上万古字。四长老解释说，这清月焰可能是真仙陨落后留下的火种。最后，四长老告诉大家，修仙古法必须选一枚仙种和自身一起进化。他提到，世界树和宇宙雏形是最好的仙种，但很难找到。他承诺，过段时间会带大家去寻找仙种，地点可能是界粉。他还提醒大家要提升实力，不要被另外2个书院比下去。青衣的修炼速度简直让人惊叹，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。只要有清月焰的地方，那些文字里蕴含的大道真意，青衣都能轻松理解。四长老都忍不住惊叹，这姑娘天生就是修仙古法的料啊！这话一出，周围的人都开始关注青衣，连书院里的长老们都忍不住过来瞧瞧。月禅也不简单，他一直跟在青衣后面，身上散发着圣洁的光芒。10号知道，月禅和青衣其实是同一个人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。青衣悟透的文字，月禅也跟着掌握了。这下子，青衣和月禅的实力都让人刮目相看。很快，青衣的实力引起了轰动，很多人开始打他的主意。9天10地的人一直觉得3000道州是下界，所以对青衣这样的下界来人格外关注。消息传开后，青衣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，甚至书院里的长老们也开始关注他。经过一番调查，人们发现青衣身上的青色火焰，既然是上一纪元清月仙子留下的火种。这下子，青衣的潜力彻底被挖掘出来了。消息传开后，很多家族开始行动，尤其是长生世家，纷纷告诫族中子弟一定要拉拢青衣，甚至有家族的族长亲自下令，谁要是能把青衣拉进家族，那就是立了大功。不过，也有一些人不服气，尤其是那些少女，觉得拉拢一个下界的女子很没面子。但年轻男子们就不一样了，青衣长得国色天香，早就有人对他动了心思。长生世家的苏老们更是严肃地告诉弟子，谁能拉拢青衣，谁就能得到巨大的好处。他们还提到一个传说，清月仙子一直在研究不朽之法，说不定有一天她还会回来。这下子，青衣的身份更加神秘了。10号也听到了这些消息，心里有点犯嘀咕。他和青衣、月禅之间本来就有点恩怨情仇，现在又牵扯到清月仙子，这事儿可就复杂了。没过多久，古老家族们发现青衣和月禅其实是同一个人，这让他们更加震惊了。2个女子各自修出了一道仙气，如果有一天她们融合在一起，再加上清月焰里的仙气补充，那实力简直不可限量。1个月后，白玉山上的100万文字还在发光。四长老突然搬了一座石山，这座山形状特别像一座火炉，不过有点破损。四长老施展大法力，让这座山微微颤动，底部冒出炉火，还有一缕缕仙雾弥漫出来。原来这是一座炼丹炉，传承自仙古，里面还藏着宝丹，正是修炼仙古法所要用到的法脉丹。四长老说，丹药有限，凭实力领取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紧张起来，纷纷冲向丹炉。石冠王、王熙、绿驼、谪仙等高手都在争夺，场面一片混乱。10号也来到了丹炉入口，几大高手对峙着，谁也不敢轻易动手。10号的跟班莫道也来了，他修出了3道仙气，实力不俗。10号让莫道出手，莫道二话不说，直接冲向丹炉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挑衅10号，说要和他切磋。10号冷笑，让莫道去对付他。莫道出手，释放出数十个古字，化成火红的凤凰，带着仙气冲向对方。对方也不简单，手持一面古镜，将莫道的攻击全部吸收，然后反击。不过莫道的实力更强。
强，最终将对方击败。10号冷淡地说：“这种货色也敢来试探我，太不自量力了。”他的话让周围的人都感到震惊。就在这时，几位修出3道仙气的年轻至尊坐不住了，他们一起向10号逼来，要求见识10号的真身。绿驼、王熙、玄坤，还有石冠王、邀月公主，一个个都逼了过来。他们想知道10号究竟是谁，修出3道仙气的人，怎么可能默默无闻？除非他来自圣院或仙院，是那些老怪物的后代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神秘？10号一点都不慌，反而挑衅地说：“谁想和我一战？还是说你们一起上？”卧道站在他身边，随时准备出手。10号的态度很明确，他不怕任何人。绿驼率先开口：“我想领教一下。”他的声音就像雷鸣一样，震得周围的人都站不稳。绿驼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天神书院的最强者之一，实力超群。卧道立刻出列，挡在10号前面，拿出自己的兵器，一杆金色战矛和一柄龙蛇形状的剑刃。他可不是吃素的。3道仙气冲起，头顶结出3朵大道之花，气势惊人。绿驼也不含糊，头顶上出现一株大树，那是仙气所化的。他直接冲向卧道，两人瞬间碰撞在一起。6股仙气大碰撞，场面震撼无比。绿驼的实力果然惊人，仙气凝结成树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就在绿驼和魔道激战的时候，玄坤也忍不住了，说：“我想和你切磋。”10号微微一笑，他知道玄坤的来意。紧接着，王熙也开口了：“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谁。”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满，显然对10号的身份很在意。10号回应道：“重要吗？赢了我，自然就清楚了。”王熙被激怒了，他挥动手中的一柄黑色仙剑，剑体上闪烁着5光10色的光芒，这是王家的秘宝，蕴含着黑暗仙金。10号也不示弱，抬手画出一只土黄色的大手，掌心中有雷电星河，轰向王熙。王熙施展平乱诀，这是王家的镇骄宝术，威力惊人。他挥动仙剑，剑芒化形，仿佛要平定天下大乱。10号则施展鲲鹏法，双臂一黑一金，蕴含阴阳变化，威力同样恐怖。两人激战正酣，10号突然施展6道轮回，这是至尊殿堂的无上天功，当场镇住了所有人。王熙的平乱诀虽然强大，但在10号的6道轮回面前，渐渐失去了优势。最后，10号轻轻一挥手，无数金色的柳条从虚空中生长出来，将王熙缠住。王熙拼命挣扎，但那些柳条越缠越紧，她根本无法挣脱。10号淡淡的说：“断不了。”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王熙被擒住了，这怎么可能？10号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金色的柳条如同锁链一样，紧紧缠绕在王熙的身上，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。这些柳条不仅坚韧不朽，还有一种强横的生命力，哪怕王熙用黑暗仙金剑斩断了一些，其他部分马上就会补充过来。王熙拼命挣扎，但这些金色的枝条越勒越紧，她根本无法挣脱。王熙化成火炬，全身喷薄出难明离火，试图焚烧这些金色的枝条。然而10号已经化成一道光冲了过去，准备将他拿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熙撕开虚空，试图逃离，但他的右臂也被缠住了，手中的黑暗仙金剑只能勉强抵挡10号的攻击。王熙的周围突然冲出10条灵身，包括朱雀、金乌、9头蛇等各种强大的神禽凶兽，还有人形的灵身，一起向10号杀去。这说明王熙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只能动用最后的手段。10号微微一笑，身体一摇，冲出很多道身影，包括鲲鹏、人形雷电，还有一株柳树。这些灵身一起出动，迎击王熙的10大灵身，场面瞬间沸腾起来。人们惊呼：“鲲鹏！”人形雷电，还有一株柳树。随着10号的灵身出动，他的身份也终于被确认了。原来他就是那个曾经在下界被称为荒的少年10号。人们惊叹，原来他真的没有死，居然来到了天神书院。王熙的灵身虽然强大，但在10号的灵身面前根本不是对手。10号的每一道灵身都掌握着一种惊世大神通，叠加起来威力绝伦。王熙的2道灵身被击飞，局势对他极为不利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绝世剑芒从王熙的眉心中冲出，直接斩向10号。这是王熙的元神出窍，一个与她一模一样的小女婴抱着一口黑色小剑，发出万丈光芒冲向10号。这道剑芒的速度太快了，几乎无法躲避。人们惊呼：“这是什么剑意？比平乱诀还要恐怖！”天啊！王熙的元神化成了剑胎，这是无解的平乱诀。10号也感到震惊，这道剑芒的速度和威力都让他感到压力。他迅速躲避，但王熙的元神剑胎实在太快了，几乎无法捕捉。10号停下脚步，不再躲避，直接捏拳印，与元神剑胎碰撞，火星四溅。10号的玄翼竟然能跟上王熙的速度，撼动平乱诀中的元神剑胎。人们惊叹，他融合了鲲鹏法等诸多奥义，凭直觉拦住了元神剑胎。突然，10号浑身发光，体内至尊血液复苏，一下子施展出3种宝术：上苍、轮回，还有一种未明的神通。这3种宝术的符文在他的血液中纠缠叠加在一起，让他发出最为刺目的光芒，光雨无尽，从他的肉身冲出，淹没整个战场。那种叠加在一起的宝术无处不在，席卷四方。王熙的元神剑胎
那道黑色的小剑居然在10号的攻击下暗淡了。王熙大吃一惊，元神剑胎无坚不摧，怎么会被击退？10号更是惊讶，3种宝术叠加，威力惊人，但王熙的元神却毫发无损，只是那黑色小剑受损。王熙不敢恋战，迅速让元神回归肉身。他的元神还没有彻底化成剑胎，还没有达到万法不侵的程度，再拖延下去可能会有危险。10号抓住机会冲向王熙的肉身，王熙的元神虽然快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肉身被10号擒住。王熙嘴角一血，被金色柳枝紧紧缠绕，连衣裙都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完美的曲线。她又羞又气，她是天之娇女，王家最璀璨的明珠，却被人提在手中。10号冷冷地说：“道友，你败了。”王熙被金色柳枝捆得像个粽子，无处可逃。周围一片嘈杂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王熙被擒，这对王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。10号的身份也终于被确认，他就是那个曾经被称为荒的少年，如今已经修出了3道仙气，实力惊人。10号露出真容，清秀的面容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。青衣向他挥手，月蝉则神色复杂。王熙听到周围人的议论，羞恼不已。10号看向绿驼、邀月、时光王等人，挑衅地说：“还有人要来一战吗？”邀月公主笑嘻嘻地说：“荒，我郑重邀请你来我家做客，送你一个王家的丫头好了。”王熙气得浑身发抖，10号却一本正经地问：“有什么好处吗？”邀月公主说：“古天宫、十凶宝术或者平乱诀，如果你能从他口中挖出来，我就给你好处。”两人当众商量起王熙的价值，王熙气得差点昏厥过去。就在这时，4大长老走了过来，制止了这场闹剧。4长老说：“你们都是书院的学生，切磋也就罢了，不得折辱同门。”10号无奈，只能放开王熙。王熙恢复自由后，迅速拉开距离。10号带着墨道冲进石炉中，绿驼、王熙等人也紧随其后。石炉内部空旷无比，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灰烬，但仙气缭绕，药性仍在。10号惊喜地发现一汪神液，用玉瓶收了起来。远处有人发现金色的神丹，众人纷纷寻找机缘。10号用天眼寻找最奇异的地方，发现了一片龙牙大的丹药碎片，上面有繁复的纹络。他心头狂跳，这难道是9转仙丹的残片？传说中炼制这种仙丹时，稍有不慎就会炸开，只能留下碎片。10号知道，这可能是他修行路上的一大机缘。